阿帕奇进化，无人机或许无法取代武职。自从无人机兴起，军事圈就有了一个说法，说武装直升机这玩意儿已经没戏了。在乌俄战场上，曾经横着走的卡五二被各种单兵防空导弹追着打，甚至被几百块钱的 FPV 无人机偷家。未来战场将是无人机的天下，那种几千万美元一架，还得搭上2条飞行员的武职，该进博物馆了。不过，从美国的举动来看，或许不是这样。他们不仅没打算让阿帕奇退休，还整出了个大动作，正式启动一个叫胡布连的新单位。那么美军对阿帕奇进行了哪些改动？武职的作战方式会不会发生改变？未来战场无人机真的会取代武职吗？2026年1月，美国陆军胡布连正式启动，隶属于第1步兵师、第1战斗航空旅第1攻击营。很多朋友可能觉得，不就是多了一个连的编制吗？美军天天搞整编，有什么稀奇的？就火力军来说，它的成立其实是美军在认错之后的一次补课。2024年的时候，美军干了一件大事，把搞了多年、花了10几亿美元的未来攻击侦察机，也就是 FA-2A 项目给砍了。美军给出的理由很简单，在现代这种高精尖防空网面前，派一个真人开着昂贵的直升机去前线侦察，那就是纯纯的送菜。只是问题在于，直升机被砍了，但战场侦察的需求还在。于是美军想了一招，既然不造新飞机了，那就把现有的阿帕奇升级为母舰，再给它配上一群无人机，不就能执行侦察任务了？这个胡布连就是专门给阿帕奇配小弟的，他们不操作大飞机，专门操作一种叫空射效应的无人机群。这个单位的成立，标志着阿帕奇的作战方式彻底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以前看的战争片，阿帕奇都是贴着树梢飞，利用机头的机炮和导弹跟敌人肉搏。但在2026年的战场上，这种战术已经行不通了。敌方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随便在下面来一发，武职就没了，甚至是无人机都能跟武职 PK 一下。解决办法也很简单，自己打不过那就叫人。现在的阿帕奇玩的是召唤师模式，作战场景大概就是阿帕奇躲在敌方防空导弹射程外的山谷后面。飞行员根本不出头，按下一个按钮，机翼下方就射出几枚像小型导弹一样的东西，飞出去之后，啪的张开翅膀，变成了无人机，这就是空射效应无人机。这不是一种无人机，而是无人机家族。ALTIUS-600是短程小弟，航程40公里。这小家伙是目前美军最宠爱的，它能从阿帕奇的挂架上直接射出去，在空中飞4个小时，然后去撞敌人的雷达。远程大个子是 Eaglet 小鹰，航程能达到700公里，这就夸张了。它甚至能飞在阿帕奇前面好几个小时，带着合成孔径雷达，能在黑夜和云层里把地面的敌军画成高清地图发给阿帕奇。还有一些专门作为巡飞弹，飞进去就不回来了，直接跟目标同归于尽。实际作战时，第一波的无人机负责侦察，先飞进敌人阵地，用红外和雷达扫描。阿帕奇飞行员在后方的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，哪藏着防空车，哪蹲着埋伏。第二波的无人机则是诱饵，如果敌人防空系统很严密，无人机就会故意发出干扰信号，甚至模拟成阿帕奇的电磁特征。等到敌人发射导弹，发现雷达阵地后，阿帕奇就可以躲在后面，通过数据链锁定目标，远程甩出一枚地狱火，或者派遣第3波无人机负责攻击敌方雷达。这就是阿帕奇的升级重点，从一个射手变成了一个空中指挥塔。美军内部现在很推崇一个东西，决策优势。简单说，就是无人机撒的越多，网速越快，我指挥官就比你脑子快，我就能先送你走。在转换战术后，阿帕奇的杀伤效率直接暴增。以前美军打掉一个阵地得派2架阿帕奇，现在1架阿帕奇带12架空射效应无人机就已经足够了。美军算过一笔账，用无人机蜂群替代部分直升机打击，单次任务的预期杀伤数能从32个目标提升到200个以上。当然，别看现在的胡布连挺风光，这场进化美军憋了整整30年。早在1997年，美军就开始搞有人无人协同的概念测试了。那时候的无人机还跟个大号风筝差不多，美军就在实验室里问能不能让直升机飞行员看到无人机的画面。2009年，阿帕奇的飞行员就能在座舱里看到无人机传回来的视频，虽然不能控制，但好歹不用自己去看。2012年就升级为控制无人机的摄像头，看哪儿我说了算。等到2020年，情况直接发生质变，飞行员不仅能看，还能直接控制无人机的飞行轨迹，甚至控制它发射武器。在2020年10月，一架阿帕奇带着影子无人机与灰鹰无人机进行了一次测试。阿帕奇飞行员在后座动动手指，控制影子无人机发现目标，灰鹰无人机发射导弹，阿帕奇自己一发弹没打，这仗就打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军敢在2024年砍掉 FA-2A， 他们不需要费劲造一种新直升机去侦察，无人机就能完成这个任务。
为了支撑这种战术，现在的阿帕奇已经经历了多次升级，比如心脏移植，美军给阿帕奇换了全新的 T901发动机，功率提升了50%，达到了3000转马力。没办法，阿帕奇身上挂满了各种数据链、天线，还得挂载一大堆无人机，载重越来越大。换了这颗心脏，阿帕奇在目标区域的滞空时间直接翻倍。当然了，想要控制无人机，数据链也要升级，所以新款阿帕奇旋翼上的那个长空雷达桅杆更高了，集成了 L3 Harris 开发的 MUMTX 数据链，它能在好几个波段同时开火，同时控制几架甚至几十架无人机，这才是关键。除了以上这些，阿帕奇还搞了一个开放系统架构，以前升级直升机得把整架飞机拆了重新焊，现在阿帕奇搞了开放式架构，想加个新功能，比如针对某种新雷达的电子干扰，只需要像插 U 盘一样把软件模块插进去就行。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，经过这一系列升级的阿帕奇还会不会被无人机取代？这个话题现在是防务圈吵得最凶的，甚至连美军内部都有人觉得武直该走了。有这个观点很正常，大家看看俄罗斯的卡52，虽然火力军挺乌克兰，但必须承认这飞机其实还行，共轴双旋翼，火力猛，还有弹式座椅。结果呢，开战头几个月，俄军损毁了快40%的卡52，无人机都能上去来一发。一架卡52价值1600万美元，被一个500美元的自杀式小飞机一撞就没了。还有就是钱，研发武直是越来越难了，还贵得离谱。法德合造的虎式单价快5000万美元了。结果现在这两国都在为后续升级吵得不可开交。贵的原因很简单，想要活下去就只能升级，这就导致一个结果，要集成的系统太多了，雷达、隐身、电子战、无人机指挥链路，每一项都是烧钱的无底洞，所以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。除了美欧这种财大气粗的，很多国家都在放弃武直，转而去买察打一体无人机，比如土耳其的 TB2，也不是因为无人机更强，是因为无人机更买得起，也死得起。相比之下，武直是真的损失不起，飞机没了就没了，但飞行员不行，培养1名飞行员的成本高达1亿美元，而在作战中2名飞行员的牺牲属于不可估量的专业人才损失，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。而一台价值500美元的 FPV 无人机或1000万美元的顶级侦察无人机被击落时产生的心理负担几乎为0。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， MQ9 无人机的每小时飞行成本约为5000美元，而阿帕奇则高达2万美元。阿帕奇每套系统的总价值约1.8亿美元，这笔钱足以购买并维持18架顶配的轻型无人机。不过即使如此，根据美军最新的战略分析，在未来30年里，武直依然会存在。原因很简单，无人机虽然便宜，但它没有灵性。美军南军司令劳拉·理查德森将军说过一个词，叫战场敏锐度。人类飞行员盯着树林看，他能凭直觉感觉到哪片杂草的倒伏不对劲，哪儿的电磁波静默得很诡异。现在的 AI 还做不到这一点。无人机的想法完全取决于后台的操作员或者预设算法，现在还无法适应地面战场。还有就是多职能性，在像德浪河谷战役那种激烈的机降作战里，直升机不仅是火力点，更是机动核心。阿帕奇能贴着运输直升机群提供持续的火力压制和掩护，还可以紧急撤离伤员。无人机目前还差得远。除了以上这些，无人机还存在一个问题：如何应对电子战？乌克兰战场证明了一件事，电子战才是无人机的克星。一旦电磁环境被封锁，完全依赖链路的无人机就是一堆废铁。但阿帕奇不同，它是有人驾驶的，在断网的情况下，飞行员依然能靠肉眼和惯性导航把飞机飞回去，或者进行本地化决策。武直暂时不会死，它只是转型了，成了无人机的航母，这也是美军升级阿帕奇的原因。至于乌俄战场上暴露的问题，其实也有办法解决。以前直升机喜欢密密麻麻停在大型集结区，结果乌克兰用海马斯一顿乱砸，这些直升机全成了昂贵的烟花。解决的办法就是分散，每24小时换个坑，利用星链进行分布式指挥。而要守住这些坑，就得靠胡布连这种无人机单位在周围拉起警戒网。飞效比的问题也很好解决，阿帕奇带无人机小弟去打对方的小弟不就行了？现在的阿帕奇已经开始装备 APKWS 激光制导火箭弹，专门用来拦截敌方的廉价无人机，这就叫用魔法对付魔法。不止美国有这个想法，俄罗斯被打疼了之后，也搞出了卡 52M 最核心的升级，就是加了一款叫产品305的远程导弹，射程14.5公里，飞行员可以在座舱里通过导引头的视频回传，像玩游戏一样远程狙击，这也是一种人机协同的尝试。除了卡 52M， 俄方也公开展示了其直升机控制天狼星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能力，试图通过卫星通信补齐直升机制空能力的短板。总的来说，胡布连的诞生，阿帕奇的转型，其实是美军在替武装直升机续命。
他正在变成一个指挥官，你可能根本看不到阿帕奇的身影，你只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无人机像蜂群一样席卷而过，而阿帕奇正稳稳地坐在50公里外的阴影里，随时准备给出致命的一击。这种人机共生的系统才是未来30年多域战的霸主。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，如果不能建立起像胡布连这种武职与无人机协同的体系，直升机可能真的只能去博物馆当展品了。至于几十年后武职还是否存在，谁能说得准呢？如果战场真的变成纯粹的无人化，连士兵都没了，武职也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武职还能存在多久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